从修车仔到世界车王。本田宗一郎，本田汽车的创始人，一个小学毕业的穷小子，后来把摩托车和汽车做成了世界级品牌。他一生拥有几百项发明，被称为日本的亨利·福特，成为日本商业的传奇人物。但如果你认识小时候的本田宗一郎，恐怕只会觉得这小子真让人头疼。1906年，本田宗一郎生在日本静冈县的一个小村子。父亲开个铁匠铺，家里日子过得不宽裕。宗一郎从小不爱读书，尤其讨厌写字课，常常翘课去后山爬树。他的学习成绩不是一般的差，但对理科、机械却有一种天生的敏感。他喜欢捣鼓机器，一回到家就帮父亲拉拉风箱，拿废铁做一些不成形的小物件。有一天，他们村里来了一辆汽车，在狭窄的村路上慢慢开过去。还是个孩子的宗一郎被深深吸引了，他追在汽车后面跑。等车停下来以后，有汽油滴落到地面上，他把脸贴近地面，使劲吸了一口汽油的味道。汽车是个奇迹，我也要造汽车的念头就在这个男孩心里扎下了根。1922年，本田宗一郎读完高等小学，那时他的父亲已经关掉铁匠铺，改开自行车行。因此，宗一郎有机会读到父亲订阅的《轮业世界》杂志。有一天，他在杂志上看到东京亚特商会汽车维修厂的招工广告，便写信自我推荐，希望去当学徒。照理说，留在家里帮父亲经营自行车行是一条最稳妥的路，但本田宗一郎心里真正向往的是东京，是汽车，是那些家乡见不到的新技术。不久后，亚特商会录取了他。那一年，本田宗一郎还不到16岁，带着一只行李箱去了东京。一个少年远离故乡，奔向自己想要的未来。可现实很快给了他一盆冷水。本田宗一郎进了亚特商会修理厂，老板看了他一眼，就说：“先帮我看孩子吧。”对，宗一郎想拿的是扳手，可现实递过来的是尿布。他失落过，也委屈过。他几次想收拾行李离开，甚至想从2楼放一条绳子下去偷偷溜走，离开这个没有前途的地方。可临到头，他又停住了。只要一想到父母失望的样子，他就狠不下心来。好心的师兄看他整天闷闷不乐，便劝他说：“小子，你以为一当学徒就能马上摸到汽车，学到技术？哪有那么容易？刚来的半年甚至1年，都是看孩子、扫院子、做杂活，大家都是这么熬过来的。眼光放长远一点，老板神原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技师和经营者，你留下来，迟早会学到东西。”这些话听起来不好听，却很实在。本田宗一郎终于明白，想学本事，先要学会忍耐。于是他常常背着孩子在修车厂里走来走去，偷偷观察师傅们怎样修车。半年后，机会来了。有一天，厂里活太多，老板喊他：“小子，今天太忙了，你来搭把手吧。”那是一个下雪天，他被安排钻到车底，在结满冰柱的汽车下面修理底盘下方的零件。别人遇到这样的苦差事，或许会觉得倒霉，但本田宗一郎却高兴得不得了，因为这是他第一次真正修汽车。从那以后，他终于开始接触维修工作。
1923年，本田宗一郎当学徒才1年，关东大地震爆发，那是一场8级的强震，造成10万多人死亡。而且地震发生在中午前后，许多人家正在生火做饭，倒塌的木屋很快燃起大火。短短几天，东京和横滨大片街区被烧成废墟，近30万栋房屋毁于火海。亚特商会维修厂也被烧成一片废墟。老板陈元先生无奈地告诉大家，可以回家去了，因为留下来也没有工作做。工人们大多离开了，但宗一郎没走，他陪着老板一家留在东京，搬到铁桥下，靠仓库里剩下的罐头维持生活。那是灾后最艰难的一段日子，厂房没了，工人散了，一切像是大地震后被重新归零。但灾后的街头到处都是坏掉的车。老板陈元先生很快意识到，这正是维修厂重新站起来的机会。于是他开始收拾残局，慢慢恢复维修业务。对本田宗一郎来说，也成了难得的学习机会。当时日本进口车辆种类繁杂，从普通量产车到高级车、跑车，各种车型都有。亚特商会什么车都修，本田也因此接触到大量不同结构的汽车。零件不够就自己想办法，工具不足就动脑筋改造。最让人犯难的是轮圈，当时许多汽车使用木质轮圈，一遇上火灾就烧得不成样子了，维修起来非常困难。可也正是在这种困难里，本田宗一郎的维修技术迅速成长。他废寝忘食的研究，他一边向前辈学习技术，一边阅读各种修车书籍。天还没亮就钻进修理厂，到了深夜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出来。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6年。1928年，22岁的本田宗一郎不仅精通汽车的结构与维修，同时也练出一手好车技。老板神原裕三先生看到这个年轻人可以出师了，于是给了他200日元启动资金，告诉他，你可以回到家乡开一家修理厂，你会成功的。于是宗一郎回到家乡附近的滨松，挂上亚特商会分店的招牌，开始独自经营汽车维修厂。可开业之后，生意并不顺利。客人看到他只是个20出头的年轻人，心里难免犯嘀咕：汽车这么贵，真能交给这个毛头小伙子吗？宗一郎明白，想让客人信任自己，光说没有用，必须拿出真本事。于是他专门接别人修不好的车，别家修理厂搞不定的故障，他一辆一辆的研究，一辆一辆的修好。时间久了，大家才慢慢知道，这个年轻人是真的懂汽车啊。宗一郎不但技术好，人也实在。他知道汽车出了故障，客人本来就心烦，再看到修车的是个年轻小伙子，也会感到不安。所以每次修完车，他都会把车擦得干干净净。交还给顾客时，他也不是简单说一句修好了就完事，而是仔细说明哪里出了问题，自己是怎样处理的，以后又该注意什么。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，慢慢替他赢得了客户的信任，生意也一点点有了起色。到第1年除夕夜结账时，本田算了一下账，扣除所有开支后，竟然还赚了钱。这个结果让他很高兴，也让他更加确定靠技术、诚意和努力这条路走得通。从那以后，他就更加卯足了劲工作。他本来就喜欢机械，手又灵巧，修车之外，他还不断研究汽车引擎和机械原理，
从焊接到铸造，几乎什么都愿意学。他学到什么，就马上用到修车和改造上。长期的实干也在本田的手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。他的右手很漂亮，左手却满是伤痕，因为右手拿工具，左手扶零件，最容易受伤。光是指甲就不知道被削掉过多少次，左手的大拇指和食指也被工具削伤过，所以比右手手指短了一截。修车修得多了，有些问题就会反复撞进他的脑子里，比如木质轮圈太容易损坏。关东大地震后的大火中，许多汽车的木质轮圈被烧得不成样子。后来做维修时，他又常常遇到同样的问题。时间久了，本田心里冒出一个念头：为什么车轮一定要用木头？能不能换一种更结实的材料？于是他开始研究铁质轮圈。他反复试验，反复修改，最后终于做出了可以替代木质轮圈的铁质轮圈，并申请了专利。后来他把这个发明拿到博览会上展示，获得了好评，订单也从各地涌来，甚至卖到印度了。这件事让本田第一次真正尝到制造的甜头。修理厂越做越好，收入越来越稳定，工人也增加到几十人。本田便请来几位技术过硬的工人帮忙打理生意，而自己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研究和制造上。对，他想要造出属于日本的汽车。1930年代中期，本田宗一郎先把目光投向了汽车发动机里的一个小零件——活塞环。活塞环听起来不起眼，却是发动机里的关键零件。它藏在发动机内部，既要耐磨密封，又要经得住高温，制造难度很高。一开始，本田以为凭自己的经验和手艺，应该能把它做出来。可他做出的活塞环送去检测，50个里只有3个合格。他去滨松高等工业学校请教，老师只看了一眼就说：“硅的含量太少了，这是金属材料领域的初级知识啊。”这句话像一记重锤。本田宗一郎明白，自己过去靠的是经验和手艺，可真正进入精密制造，光靠实干还不够，自己必须补上材料学和工程知识这一课。于是，已经30岁的本田重新走进学校，和一群年轻学生一起听课。9个月后，他终于生产出了合格的活塞环。然后本田宗一郎成立东海精机，并开始向丰田供货，进入了真正的汽车制造体系。可就在东海精机刚刚站稳脚跟的时候，日本已经被卷入了战争。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，几年后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，战争规模进一步扩大，整个国家也随之进入战时体制。东海精机也无法置身事外，原本面向汽车工业的生产渐渐被军需牵着走，材料、工人和订单也不再完全由本田自己决定，只能在战争中苦撑。到了战争后期，战火烧到日本本土，东海精机也被卷入其中。空袭、地震接连而来，厂房毁了，设备坏了，战争的动荡和灾难的破坏一起落到了东海精机身上。1945年日本战败，本田宗一郎把东海精机的资产转给丰田，自己回家了。曾经拼命撑起来的事业就这样停在了战争之后。本田宗一郎整个人也像被抽空了一样，什么都不想做，只是喝酒。白天自己喝，晚上还叫朋友来一起喝。直到一天中午，本田宗一郎醒来，太阳已经很高。他盯着桌子上的酒瓶看了很久，突
突然觉得自己像是站在悬崖边上，再往前走就是万丈深渊，日子总得往下过。他想起自己小时候第一次看见汽车，也想起在东京当学徒的日子。折腾了这么多年，人生起起伏伏，本田真正想做的还是造汽车，不能再这样喝下去了。造车的梦想把本田一点点拉回了正轨。但战后的日本，普通人连生活都紧张，谁会买汽车啊？而本田自己也没有足够的钱和设备造汽车，他只能先从眼前能做的事情开始。有一天，本田看见妻子骑自行车出去买东西，路远又费力，于是他从废弃的军工厂弄回几台旧发动机，装到自行车上，做出了一辆带引擎的自行车。他对妻子半开玩笑地说：“先弄个没壳子的汽车给你开开。”第二天，妻子骑着这辆装了引擎的自行车出门了。他还给大家介绍，这东西能跑，省力，最关键是便宜，普通人也买得起。1年后，这种动力自行车的销量突破了1000台，本田的生意算是重新有了起色。可卖得越好，新的问题也来得越快。下属告诉他，自行车卖得很好，可发动机供应不上了，怎么办？本田宗一郎毫不犹豫地说：“那么咱们就自己做吧。设备旧，条件差，自己做发动机当然不容易。可本田很清楚，核心技术如果一直握在别人手里，今天缺货，明天涨价，后天质量不稳，自己就只能干等。所以他全力投入。1年后，本田终于制造出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台发动机。之后他又一代一代的改进，到1949年，第4代发动机问世，达到2.3匹马力，比第一代整整翻了1倍。这台发动机的力量已经超出了普通自行车的承受范围，继续把它当作辅助动力使用，反而有些可惜。于是本田宗一郎开始设计一辆属于自己的摩托车。那一年他42岁，亲手造出了第一辆摩托车。本田宗一郎给他取了一个名字，梦想号。梦想号的出现意味着本田正式走进了摩托车制造。当时欧洲摩托车品牌早已在赛场和市场上站稳脚跟，别人凭什么相信一个来自日本的新品牌真的能跑、耐用、安全？所以把摩托车卖到更大的市场，尤其是国际市场，并不容易。订单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等来的，很多时候要靠一场场见面，一点点信任慢慢磨出来。有一次和一位外国贸易商谈生意，那天晚上本田陪他喝酒，酒过几巡，客人喝多了吐了，结果带着假牙掉进了厕所。那时候的厕所还连着粪坑，客人又急又尴尬，本田却二话不说，脱了衣服就下去找。没过多久，他竟真的把客人的假牙摸了出来。捞上来后，他反复冲洗消毒，确认没有异味，才交还给客人。也靠着这样的诚意，赢得了这笔生意。这就是本田宗一郎的性格，不怕脏，不怕累，只要是必须解决的事儿，他就不会往后退。但本田也明白，客户可以靠诚意争取，市场却不能只靠诚意打开。真正想让世界承认本田摩托车，还得让机器的质量自己说话。1954年，本田宗一郎把目光放到了世界摩托车赛场。赛车场是战场，发动机行不行，车架稳不稳，零件扛不扛得住，赛场会把一切摊开来。当时世界摩托车领域最有分量的比赛之一，就是英国曼岛摩托车大赛。
曼岛是英国和爱尔兰之间的一座小岛，这项比赛在岛上的公共道路上举行，路线长，弯道多，速度快，对车手和机器都是极高的考验。世界最强的一批摩托车也都聚集在这里。为了看清差距，本田亲自去了曼岛。到了现场，他才发现差距比想象中还要大。外国赛车的马力大约是本田当时机器的3倍，而且赛车从头到尾都用了专门的高性能赛车零件。本田越看越明白，只靠在日本闭门摸索追不上这些对手。赛场上的差距不只是马力，而是发动机、刹车、车架、传动，每一个细节都不一样。他得把这些东西带回去拆开研究。于是比赛一结束，他就开始四处找零件，从螺丝到发动机，只要觉得有研究价值，他都买下来。这些零件在本田眼里就是一堂堂现成的技术课，没多久身上的钱就花得差不多了。等回日本时，行李超重了，机场要收超重费，可他身上已经没钱了，怎么办？本田软磨硬泡也没用，干脆打开行李箱，把里面的衣服一件一件拿出来，能穿的全往身上套。衣服穿在身上不算行李重量。就这样，他把自己裹得鼓鼓囊囊，总算带着那些零件上了飞机。回日本以后，本田团队一件件拆开研究，反复比较，再把学到的东西一点点变成自己的技术。从那以后，赛场也成了本田的另一间实验室，哪一处落后就从哪一处追起。到了1961年，本田终于在曼岛赛场扬眉吐气。那一年，本田赛车在2个组别都拿下冠军，还包揽前5名。世界终于看见了这个来自日本的摩托车品牌。后来本田进军汽车领域后，又成为世界级品牌。1989年，本田宗一郎进入美国汽车名人堂，成为第一位获此荣誉的日本人。本田宗一郎常常说，再会爬树的猴子也有从树上掉下来的时候。不要因为怕失败就不敢迈出尝试的第一步。我做的事有99%都失败了，多亏那1%的成功，才成就了现在的我。这句话很值得我们想一想。人这一生不怕学历低，也不怕失败多，最怕的是失败以后就放弃了。本田宗一郎小时候不是好学生，刚到东京只能看孩子。创业时没人相信他，做活塞环时50个只有3个合格。后来战争又毁了他的工厂，可是他没有停在失败的地方，他不会就学，不懂就问，跌倒了就再爬起来。那个曾经追着汽车跑的小男孩，最后真的让本田的车跑向了全世界。所以我们人生中吃过的苦，学过的本事，做过的小事，也许当下看不出结果，但只要肯学、肯忍、肯做，这些不起眼的努力，终有一天会变成命运送来的礼物。如果本田宗一郎的故事对你有启发，欢迎分享给你身边正在努力的人。我们下期见。